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上芒果 TV 搜索大侦探限定卡，购联名款墩墩机享特惠。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百变大侦探 APP 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百变大侦探 APP 侦探徽章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张探与其助手涛比受木偶镇镇长真偶邀请，来镇上观看木偶剧演出。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所以2位是真偶邀请我们俩。但演出开始后，本应出场表演的真镇长却迟迟没有出现。这就是镇长的那个商店嘛？开了门。真镇长却在休息间内发现真偶正躺在摇椅上，颈部有明显勒痕。嘴唇与指尖处呈青紫色，初步判定为机械性窒息死亡，被勒死的。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当晚木偶剧演出的5位表演者当中，他们分别是刘好菜、大剪子、假发、溶酱、河粉。大的离奇遭遇到底是偶王的诅咒，还是真镇长所为？我想离开这儿嘛，但是我走着走着发现怎么走都回到原点。真又为什么要给大家寄带英文的木偶？真给我们寄这些东西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木偶镇究竟还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合作吧，杀真。真哥我大哥，刀伤已经被包扎过了。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下面有请刘好菜。我去搜的是假发的房间。哎呦，你的东西很多哟。就首先是打开了一个盒子，盒子里边有一个娃娃，娃娃里边还有一个叫《百变大头秀》，是一本剪发的手册。它上面还写的“哥哥生日快乐，一定要成为托尼界的发老欧，加油！1956年2月19号。”这个东西应该是安吉拉送的，对吧？不是安吉拉。我出生是在一个叫做贾镇的地方哈。你的口音怎么没了？没有，现在有口音了嘛，对吧？然后呢，在我13岁的时候，我妈妈和爸爸给我生了一个妹妹。人家明明自己生了个女儿，怎么叫给你生了个妹妹？是吗？这就是我就多了一个妹妹。哇，你口音越来越怪了哦。在我13岁，我妹妹出生的那一年呢，我爸爸妈妈遇到了一起车祸，就意外的去世了。所以呢，我从小跟我妹妹相依为命。我妹妹她患有先天性的无毛症啊，出生下来没有头发，没有头发肯定会被同学嘲笑。所以为了保护她呢，我就立志我要做一个理发师，我要做假发给她戴。理发师跟做假发是2个职业哦。不是啊，但我要做假发，同时就一定要先学会理发嘛。可以了。在我20岁生日的那天呢，我妹妹就送给了我一本就是这个《百变大头秀》，我就看这个书，学了很多的发型。但里边有一个发型，天使娃娃头，是她妹妹最爱的发型。
我就手艺突飞猛进。在我22岁的那一天呢，我加入了我们那个镇里面最顶级的沙龙俱乐部，很多人都是我的顾客，什么冷少啊。主要是冷少，因为冷少的发型也是难弄啊。所以呢，我妹妹每天都孤独地待在家里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坏人很口音注意还回来了。那个时候坏人很多哦，我就很担心我妹妹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呢，所以我就每次走的时候呢，我都会把门反锁上。但是你这个关门关的你很像一个坏人哦。6月1号是我们沙龙俱乐部1年1度的美发金剪刀大赛啊，可没想到就在我参加那个理赛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家着了大火。我妹妹就因为被我反锁在家里出不来，活活就被烧死了。烧黑了，我很难过啊 ，so sad， 你知道吗？你这个难过的还没有刚刚我爸爸那一段时候我的难过。所以你就来到木偶镇了，因为你也伤心难过的颓废了过往。很长的时间，最后就在一个流浪汉就告诉了我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地方。确实很美好，就是他竟然在那木偶镇，在上面画了个爱心，说等我来了，不问过往，只看未来。就是说，你就感觉这事儿能让你忘记过去，是不是这意思吧？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清醒了，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个冷笑话。来，我们抱歉。就是在一个海鲜学校里面，小鱼啊，考试作弊被老师逮住了。老师问他：“你考试抄谁的作业？”啊，然后呢，小鱼就说：“我超棒的。”这个笑话呢，首先年头有点长了，但是我们听着还是很开心的，开心耶！我看到这个之后，心情是超棒的。58年的10月11日呢，我就来到这里，我就把我的那个金剪刀的奖杯啊，就给烧掉了。跟过去拜拜啊！下一个是在他的房间里边有一个小玻璃罐罐，上面打着粉色的蝴蝶结，然后里边有一撮头发。这是谁的头发？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58年的10月11日呢，我来的时候镇长就跟我说，你生活在这个镇里面，必须要有自己的手艺。但我心结一直没剪开。突然有一天，就是叫安吉拉的这个小朋友哦，他呢就跟我妹妹年纪相仿，我就忍不住上前问他，我说小妹妹，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我的小妹妹敢答应你啊！然后小妹妹就跟我说，她妈妈在不久前过世了。哦，我们刚刚知道贝利的过世时间啊，就是在58年10月。因为她妈妈去世了嘛，没有人帮她理头发。那天我就帮她的头发给梳顺了，给她编了一个田螺头。但是有个问题是，她在发尾有一撮头发打了死结，你给她剪了。我下不去手，我那时候已经不会剪头发了，所以我就帮她藏在了头发后面。每次给她理头发，我都会想到我的妹妹。我很难过，就有一次我实在是绷不住了，我就在她面前大哭起来了。她抱着我说：“哥哥不哭，哥哥给安吉拉剪的头发最好看了。”她的这番话就打动了我封存已久的内心。从那次刻，我就拿起了我的剪刀，把她的那个打死结的头发给剪了下来，就保留到了现在。从那之后呢，我就跟镇长申请说我要开一家理发店。然后镇长就非常的支持我。但是我觉得你的故事非常奇怪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所有人其实跟甄镇长的关系就是一般嘛。对，但是他不一样哦。有一张合照，甄哥我大哥，反手就是一大 nice。哇，厉害哟！甄哥对你好。理发店刚开业的时候没有客人的，他反手就送了我一个，就是客人，不是。然后反手送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剪刀套装，然后下面有个小假地，让小镇的每一个人都从头开始迎接新生活吧。就是一个高级的美发套装啊。
镇长在我们这个镇上是有很高很高的地位的，他天天来我这剪头，很多证明呢，就是说要跟风要打卡嘛。从此之后，我的生意就火爆了。之后呢，他就是我大哥。接下来是有一个叫假意不负真心，假是他的假，真是镇长的真。哦，我天啊，真哥对我真的很好。第一页是干得不错，万金油，小镇的未来就靠我们了。理发店嘛，你们都知道，说办卡吗，小妹妹，帅哥办卡吗？就跟大家都很熟嘛，关系，所以他叫我万金油了。但我突然就是在有一天之后，他就开始拉拢我，让他帮他做事情。做什么事？监督你们所有人啊，让我偷偷跟踪你们。我们中出了一个叛徒。工作笔记里边就真哥教我们：一，给新住户留下好印象，让他们像我们一样都喜欢木偶镇。他会教我怎么跟你们做朋友，怎么拿捏你们。就是说，龙将哈，我开始监督你们之后，第一个来到木偶镇的人，首先要给新住户要留下好的印象嘛。龙将刚开始来的时候都没有人理他，然后呢，我就会亲切的带他说，哎，你看这是我们小镇这个地方哦，特别好，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个地方特别好，这是第一步，先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一个桥梁。二，建立情感链接，帮助大家找准个人定位，为木偶镇建设添砖加瓦。第二步呢，就是让他先熟悉自己的技能，就比如说有那个种菜的，有种花的，也有这种粉刷的、理发的，我就会跟他说，你以后就可以在我们这里修鞋。三，直击内心痛点，提供情绪价值，打造专属归宿感。第三步就是要打击他。我跟他讲了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努力工作，结果因为太天真善良被欺骗，然后被压榨的一个故事，他就很难过。他在最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再出来帮他剪一个最好看的头发，然后呢就跟他变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哼。从此之后呢，我就是靠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建立起了特别好的友谊关系。哦，我现在想扔鞋了，已经。它里边每个人都来了，翁将，34岁，职业鞋匠，脾气火爆，真哥教会我3部曲的完美实践对象。大剪子，31岁，园艺师 ，AKA 兼职电工，假言假语，能说会道的人类高质量男性，不讲究个人卫生，下头。哈。真哥特别关注对象，他画了个星。以你是真正长的一个探子。然后，但是他第2页撕掉了，撕掉那页后来被我找到。上面写的什么？3月3号清晨，大剪子背了一个背包出门了，已汇报。就是他跟踪我。3月4日深夜，大剪子翻窗出门，已汇报。3月5日上午，大剪子出现在离开小镇的必经之路上，但被断桥拦住去路，已汇报。你没看见那天贝塔那个舒克开飞机走啊？坦克还有一个，一直跑到3月13号，就跑了10天。刘好菜，18岁，菜龙，眼睛长在头顶，打招呼从来不应，拿鼻孔看人。所以他的这套对你来说没生效吗？他不应我。何混，32岁，粉刷匠，又孤僻又阴森，能不打交道就不打交道。又孤僻又阴森。好，这个东西都是你要汇报给真的是吧？对，这是我的工作日记。但是你的这个分析不是怎么深度，能力不足。下一个是他撕掉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画像，然后上面写着蓬松长发，8层蛋糕纱裙。他最后被撕掉，然后写着对不起。然后他收到一个木偶，失声的小木偶悄悄告诉你关于死亡的秘密，然后后面写着是你。
我是你们这个木偶季的那个服装设计师嘛，但唯独安吉拉的服装，我怎么设计，怎么真镇长就是不同意，我就很奇怪，我就到处打听啊，我说镇长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打听出来之后，镇长喜欢就是这种8层公主裙，然后喜欢这种大波浪头。这个2个特点都跟易然有指向性。是的。因为裙子太蓬太长，很容易沾到火。他的死可能是因为我给他设计的衣服，让他走的也不方便，跑的也不方便，还易燃。最重要的来了，就是应该是你的杀人动机。是有一本真偶的一个笔记。真偶有真正的目的，它上面是木偶镇救赎计划。1. 引诱，用不问过往只看未来来吸引那些无处可去、内心罪恶的人来入住木偶镇。内心怎么会罪恶？其实我们只是但是我们自己会觉得自己罪恶。哦，内心自责的人哈啊，没错。2. 驯化，用小镇力量手册来规训他们，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对木偶产生依赖心理，打造一个极度完美的乌托邦。刻意选择一个爱八卦之人，安排他与镇民产生更多的情感交集，用他来负责监控镇民。如果镇民反抗，暴力干涉，给他们制造难以承受的痛苦，压垮他们的心理防线，再用木偶来安慰他们，让他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产生斯德哥尔摩心理症。哦，被绑架的人爱上绑匪，又害怕又迷恋。 3. 臣服，借偶王之名来惩罚那些不受控制的人，就像我的父亲，让他们知道偶王不仅能接纳他们，也能惩罚他们，最后让那些罪大恶极之人成为最乖顺的镇民。听上去就是监狱啊。这个应该是他从真镇长那里拿过来的东西。 你怎么拿到的？什么时候拿到的3月3日的那天，他说大剪子因为安吉拉的离世就已经过于悲痛了，已经有发疯的迹象了。所以从那天之后呢，我就跟踪他。但就是3月13日的那天，我给真汇报完大的情况之后，我就在镇上闲逛嘛。就在路过纪念品商店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大的双手被捆住，手臂被钉在墙上。 掉在房间里面，我来说大还是晕的，我赶紧就帮你放下来了。然后呢，我就想冲过去质问镇长，然后但我进到他那个办公室里的时候，真不在，然后找到了这个计划。看完了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原来我是真的一个工具人罢了，一切都是骗我们的。在我生气的时候，他突然就走进来了。 他就说，他收留我们这些流浪汉，就是因为木偶大人包庇了你们。他还说，大剪子居然想离开，说他不可饶恕，我们只是他养的一群汪汪狗而已。我帮他做了这么多事情，说我也无法逃脱关系。他讲完了之后，我就内心就崩溃了，我就很生气，我就决定就是说要先假意的跟他和好。 假意的变回他最信任的手下，之后再想一些办法去复仇。10天前你们爆发了剧烈的争吵，然后这10天你又假意还是做原来的那个自己，我就先假意的跟他和好，但我觉得可能是他假意和好，但真镇长对他还有戒备之心，就不忍，就还是不信任他。
下面有请小贾。哦吼，我去的是那个龙的房间啊，龙的房间，龙的传人。也只剩我了。荣哦，他之前哦叫荣律师，那有个小本本，荣律师，他是一个死刑辩护哦，刑事辩护的律师啦。当时是他帮我爸爸做的辩护。你知道啊？我知道啊。是啊，接下来的这个报纸就写得很清楚了，魔鬼律师掩盖正义，让罪犯逍遥法外哈。不会说就是我爸那次的事情。没错，他就是说震惊 H 镇的孕妇自杀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臭名昭著的魔鬼律师荣律师哇。你解释解释吧。哎呦，至于吗？还把我的名片扔到地上，我就小心有拖鞋。我是一名律师，在来小镇之前，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就是我不怕舆论，不怕流言蜚语。对，然后也不怕别人给我压力呀，上面怎么样的，我要以自己的眼睛来判断这个事情。在律师生涯当中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个死刑案。当时呢是有几个工人辛辛苦苦干了1年的活儿，但是到年底拿不到钱，然后他们就去抢劫了几个客车，分的赃款，然后就判了死刑。我就觉得呢，去抢劫这个事情其实原因很复杂，但是罪不至死，所以我就帮他们去辩护了，然后呢就从死刑变成了死缓。从此以后就很多在法律上被判了死刑的人，他们的家属就来找我帮忙打官司。后来就是他爸爸的这个案子。你作为经手的辩护律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吧？当时接手了以后呢，我就不停地去问他爸爸是不是你干的，他说不是，真的不是我。然后我用我很多专业的手法，比如说我关于他的时间线，我就跳跃式的去提问。就如果他撒谎的话，他其实没有办法每一次在不同的时间点去圆那个谎的。但他每一次呢都说的差不多，在我的专业角度，我坚信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凶手。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爸爸的同事，他中毒的真正的那个毒源是一个植物，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就特别开心的，就是告诉郝老师，但是他一点都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是我。我看到我爸爸特别爱喝一种菊花茶，他就告诉我说这个茶就清热去火，可以让人心情平静。然后我看到我们那个院子里边也有那个菊花，我就摘了那个菊花放到了我爸爸公有的那个茶杯里面。就是那个花嘛。其实肯定是你啊。可是我不知道嘛。虽然洗脱了自己的罪名，但是儿子有事儿了，对，所以他爸也不会开心。当时他爸爸就说这个不重要，我现在儿子很小，没有人照顾，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愿意随时来配合你的检查，但是能不能帮我申请取保候审？然后我也确实去看了他当时的儿子，也就是他小时候，确实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就起了一些恻隐之心，我就担保了，把他爸爸先放出来。但是没想到在开庭的当天，他爸爸没有来，并且找不到这一对父子了。他有可能是他爸爸那时候觉得他年纪还小，然后想把他带到长大一点之后，他自己再去自首之类的。对，一下子所有的舆论就给到我。没错。然后呢，他公有的老婆，因为她是个孕妇，那一下子这个孕妇就受不了，说真正的凶手你们怎么能把他放跑了，就跳楼自杀了。那所以一下子舆论就更来攻击我，但我当时就，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判断是错的。我一定要找到郝老师去问清楚，所以我就发了很多的寻人启事。对，这就是我发的寻人启事，这是没错的。
写的红字是写的什么？鳄鱼的眼泪。 2年以后，突然就是有媒体说找到了郝老师的尸体，然后并且郝老师写了一封自首的信给相关的部门，然后警方呢就对郝老师自首的那封信里边的具体的内容跟当年的案件完全是吻合的，所以他们就认定那一起事故的凶手就是郝老师。 我爸爸带了我来木偶小镇之后呢，我爸爸呢就自燃了。然后本来2年前我就受到了很多媒体的攻击了，但是一下郝的尸体被找到了，并且认定他是凶手，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人就一下子各来攻击我，找到我的住址，给我寄什么鲱鱼罐头，鲱鱼罐头。白花啊、遗照啊，就各种谩骂呀什么的。天哪！但其实真正压倒我自己的是，原来我的判断是错的，原来鳄鱼真的有眼泪，我的信仰崩塌了。但是其实你的判断没有错。是啊，现在我才知道啊。对，我也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爸爸那个工友死亡是我造成的。对，那你自首去吧。啊，没事没事没事。我一会儿去自首。你来木偶镇也是因为你要忘掉你律师的那个过去。再是就是在荣律师的房间里哈，找到了一个地图。地图里呢，在这个湖边，在这个喷泉边，在这个铁轨上哦，都标了一个红色的叉叉。叉叉旁边呢，就是有小女孩天使的标志。见到 Angela 了。然后这时候刚好跟我有一个重合的线索，我就先说了，就是有一次我跟安吉拉在森林玩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荣绿。然而这个时候，荣绿竟然拿着绳子准备上吊自杀。啊？你来了这之后，你为什么会去自杀呢？首先我来了以后，然后就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个镇上有一些自己的贡献。然后就镇长说：“哎呀，你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只缺一个鞋匠，我只想留下来，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但是我不会做鞋，然后让我觉得我自己生活不下去的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个执念，我还是会每天噩梦，因为我觉得我是帮凶，因为我造成了1尸2命，所以我就决定自杀。”你在那个地图上画小叉叉，是你就他曾经自杀过的地方。第一次我自杀呢，就是我想在一个树上上吊，然后就小女孩出现了。然后呢，小女孩就说：“哎，你在玩秋千吗？”那就很可爱。就是他房间里有一张跟我的合照，我在帮他剪头发，后面还有一个配文是1+1等于笑脸，应该是我帮他做头发，他应该很满意。哼，现在不满意了，对不起。我本来的1+1确实一个是安吉拉，一个是甲，因为我觉得我刚到这个镇上来，他对我很好，因为没有人理我。但是没想到呀，没想到，我是真心的，真心帮郑大哥做事情的。哎，原来最下面是让我特别生气的一件事，2个领养的证明。哦，领养证明，你们大家都知道，
在生的时候送礼物，我送我自己最喜欢的假发，他送他最喜欢的花，他想要送安吉拉离开。我的出发点跟你们不一样，我是个律师，从小是在 H 市长大，我会用理性的很多东西，我想去为我一个爱的一个小女孩去为她做点什么。然后我就发现说木偶镇教育资源很一般，并且没有一对夫妻是适合养育安吉拉的家庭。然后呢，我就给他们找了2对，在我看来是非常适合去养育教育安吉拉的家庭。那你为什么要在背后写对不起呢？对不起，是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毕竟在那个生日让大家不欢而散，谁也没有给孩子买蛋糕，就是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明白。安吉拉对于你的这个事儿，她当时的态度是什么？就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为了他争执不停，安琪拉还劝我们说不要吵架，拉着我们一块拍照。对，其实他并没有说 no 或者 yes 都没有，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因为我们不愿意。并且我们可能几个都爱他嘛，都想说等第2天演出完了之后再给孩子补过一个生日。然后但是我们每个人家里面还是没有这个蛋糕。然后呢，在他房间里面还找到了一个木偶镇的公告，这是什么啊？小镇居民安吉拉在感恩仪式中发出笑声，触犯木偶镇规则等行为触怒偶王，因而在戏剧中被火烧死。望全体小镇居民引以为戒，如若再犯，后果自负。当时在那天晚上的演出，我也是有任务的。我的任务就是点火，最后在表演里面，那个火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场面，但是它是在安全距离之外的，就是一个可控的。对，那个火有3档，我们原定的呢是2档，但是我们排练的时候也试过3档，我也是安全的。当天我操作的时候，我发现1档和2档我都推不上去，都出了故障。但是已经到了那个点，火不出不行了，我找不到人，什么都不行。那我就想，反正之前排练的时候3档也试过，也是安全的，所以我就按了3。所以你收到了木偶背后写的是，背后写的是 negligent， 不负责，失责。安吉拉死了之后，我当时就到现场再去看，我就发现其实第1档和2档是被人做了手脚的。所以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不是事故。对，它不是一个事故，是有人操纵的。最后呢，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一个《木偶记》的剧本大纲，是第1季的《木偶记》的剧本大纲。木偶记的剧本大纲哦，并且呢，在最后1页呢，演职人员表啊。安吉拉饰演摇椅上会唱歌的小木偶，旁边红色的圈起来写着：“这次木偶记烧死的就是你。”你怎么发现的这个东西？哪天发现的？ 1天前，因为我就知道是有人故意弄的那个火，我要找到真凶。然后呢，我大概其他的都了解了一圈，我觉得都没有找到问题。那所以我想去真的那儿看看。结果没想到发现就是剧本。就是真已经在第1季木偶记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刀死 Angela。我刚才说，其实他杀安吉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他要引很多人来嘛。啊，就为了这噱头啊？为了搞创作要杀人啊？就是我们所有人在他的眼里都是满足私欲的一个物品。目前听起来这个最狠啊！直接证据，对。
下面有请我们涛比。我是跟侦探一起搜的这个案发现场。首先，他的商店的一个柜子里面找到了，他也收到了一个木偶。哎，这是什么？哦，这是一个悄悄告诉你关于死亡的秘密，背后写的是 a better 教唆犯。教唆犯，他教唆我们就完成那场把安吉拉给杀死的那个现场啊。对，这个木偶我们之前理解应该是他去发给大家的。对呀，可是他也收到了。那就不是他发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单词肯定最后是有什么用，肯定是要拼的，对。现在有 L A LEGA。哎，真的，它拼出来的是 Angela。对，这6个首字母拼到一起就是 Angela。哦，对对对，哎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真正的凶手记的。那我们这个凶手还自己给自己记一个啊？不，他要隐藏在你们中间啊。哎，或者说你们每个人收到一个木偶之前彼此知道吗？就是知道其他人收到，不知道，不知道。真收到的是教唆，那起码就是这个寄信的人，如果在我们之间，他一定是要知道就是安吉拉死的真相的。而且他要知道真的计划的每一扣的每一环，因为我们其实是每一环拼扣在一起了之后，才成为了这么一个计划。对，而且我们每个人被那个支走的那个点，这个人是有上帝视角，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存在于我们之间。满族知道这些事情的其实只有真。再往下看看，还有别的什么？有一个报纸跟这个真的身世有关的，上面是说不得了，偶王降临木偶镇，1928年，32年前。据悉，本镇一户甄氏人家惊现偶王降临，此男童3岁时便出现了像木偶一样的行为举止，仿佛有根看不见的木偶提线在操纵着他。镇民们惊呆了，都说 OMG SZD。因为偶王的降临，木偶镇的木偶闻名整个 M 国，木偶镇也受到小偶王的庇护，呈现出一片繁荣安宁的景象。那真就是这个小偶王啊？是吗？甄氏人家嘛，他30多岁，差不多和尚。然后有他的一个日记，在40年的8月1号，木偶到底有什么错？你们凭什么定义它就是不祥之物？今年在木偶嘉年华上，接下来有请 M 国贾大师和真厉害2位木偶表演家被杀。真厉害！当晚一场大火将木偶广场烧毁，来自 M 国的众多木偶爱好者也不知去向。一夜之间，世人对木偶镇的态度彻底颠覆了，镇民们纷纷抛弃木偶，搬离木偶镇，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只剩下我被定义为代表着不祥的偶王，独自留下苟延余生。只有我真正爱木偶，我永远都会与木偶同在。然后他在1955年的1月1号写道：“是的，重建木偶镇我做不到，但偶王可以。一次深夜，我独自在小镇广场上踩着2米高跷扮演提线木偶，路过的流浪汉居然以为是偶王现世了，他跪下向我膜拜，恳求我能给他一个容身之处。从此来木偶镇避世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约束他们，我规定来到木偶镇的人跟过去告别，向偶王坦诚他们的过往，这样我便能知道他们的秘密，从而满足他们的内心渴求，并用他们最惧怕的事物惩罚他们，为他们构建偶王这一绝对的信仰。”自己给自己造了个神。对。安吉拉的死应该也是，他是为了就是加深大家对于这个偶王的一个信仰，就是增加这个玄学的这个感觉嘛。可恨。行，我找到就是这些。好。好。
好，谢谢。好，谢谢。其实你们刚才关于今天发生有一大部分的事儿啊，都还没有向我们坦白。不知道我这盘说完了之后，你们能不能说？不可能。因为首先我也是在真的房间里边找到了一个木偶感恩仪式的流程。镇长坐在椅子上，双手被提线绑住，等待偶王降临。5位镇民随机站在固定位置，手捧蜡烛，由镇长主持偶王感恩仪式开始。3、2、1，镇长脱下外袍，外袍应该指的就是现场的一个黑色的斗篷。哎，这个在现场那个椅子边上发现了啊。镇民同时吹灭手中烛光，将蜡烛放在地上。然后第3步是面向镇长，大家手拉手向后退到最大的2步，心里默念：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安稳又宁静啊。听我说，天路牵手，我们，哎呦，并且要默念44遍。5，等待镇长开灯，仪式结束。这个感恩仪式是每周4的17点48，由镇长与5位镇民在纪念品商店的仪式房内做木偶感恩仪式。镇长需穿戴感恩仪式服装（括弧单月是绿色，双月是蓝色）。今天他穿的是蓝色，今天是蓝色，但是今天是单月哦。对，然后紧接着我就发现了这个绿色的，就是他今天本来应该穿的这件衣服了。那毫无疑问，今天你们是应该跟他一起参加的感恩仪式了，因为其他人都去徒步了。对，那今天感恩仪式开始的时候，他穿的是绿服装还是蓝服装？应该就是现在这身。我们吹灭蜡烛放在地上，真脱了黑袍子，露出蓝色衣服。哦，所以他今天没有符合这个感恩仪式的规范，他该穿绿色，但是他穿了蓝色。蓝色。这个绿色的衣服是有蹊跷的，它是一个双排扣的袍子，跟死者身上那个是完全一样的形制，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位置的第一颗纽扣，左排的第一个扣子，上面有这个黄色的不明物体。哦。它一般的扣子是这种铜的嘛？它这个上面糊了一层黄的。黄的。香。好像是蜡，但是我看了你们的蜡烛是白色的。我目前推测就是你们中间有人给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真他发现自己的衣服有问题，他没有穿这个绿色的袍子。哦。现场还发现了一个像是围巾似的一个毯子，很长。比方说这个是一个围巾的话，它两头这儿有一个小孔，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检查的时候把它给撑大了，它本身没有那么大。但目前我这个是完全还没有太想明白它是干嘛用的。有可能就是凶器啊，窒息嘛。围脖在他身上吗？没有，围脖在他仪式现场边上的一个台子上，而且是叠得好好的，就是被整理过的。这个有可能，比方说，我给你围个围脖，直接用你的围脖就把你勒死了。可是我们每个人在做这个感恩仪式的时候，我们没有手啊，我们的手要手拉手的。当然不是在感恩仪式的过程中发生的，这是之后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跟你讲感恩仪式上发生什么了吗？对。稍等，还有别的证据？居然不想听，嘿，你说说，不想听，你听听，这都不应该跟你说的，跟你说了，就因为咱俩关系好。但我想先问一下你们之间当时的站位，因为都是随机的嘛。真面朝着 A， 我是 A， 我在 D， 你在 D， 我在 B， 我是 C 位。我，哎呦喂，咪咪，那我是E位，意味深长，意味深长，大意，哎，大意。OK， 行，知道你们大概的站位了。
在现场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把刀，哎呦，这把刀上沾着血，我就去再验了一下尸体。他的左腹部有一个刀伤，是已经被包扎过的。蓝衣服上面有一个刀口。那我想，你们也刚才都提到，48仪式开始的时候正常，55他很虚弱。当时在木偶的感恩仪式上是5点48分，然后5点55的时候呢，镇长很虚弱，他是受伤了。那这个事儿，人家早就说要不要听，你又说不要听，然后你又顺着这个听一下吧。对，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哎，我们现在不想说了要，我们又不想说了，你刚才跟你告诉你时候你不想听，凭什么你说我们就想说呀，对不对？我们哪有那么好说话啊？你投票去，你先投票吧，我们不讲了。扔鞋，怎么回事？就是在黑暗当中，突然他就那个了一下啊！我大喊怎么了？赶紧开灯！然后灯一打开，然后是你开的灯对不对？我开的灯。开灯之后就发现真的肚子上插了一把刀，插了一把刀。关键我喊开灯的原因是因为我手拉着手往后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左边和右边的朋友大和和，同时松开了我的手。啊，什么意思？他俩同时松开了你的手。他为什么会说我们甩开？因为他听不到针发出的那个声音。哦，对，哦，所以等于其实是我们发现出事儿了，所以我们就松手了。我们是先听到针发生了的一个声音。哦，对，因为你听不到，你听不到也想不到，对不对？然后呢，居然就说松我手。甲，你感觉到有人松开你的手？没有，我没感觉到。你看啊，因为针的这个刀口是出现在左腹部，是左腹部的话，最有可能谁捅的这一刀呢？大捅的这一刀，对吧？大甲蓉都有可能，但不深，所以这时候没事，我去包扎处理一下。这针脾气还挺好啊，明显就被人捅了一刀，没事啊，我。因为当时不是正仪式呢嘛，有男婴之隐。你说他被扎了，就说自己包扎他就好了，他自己包扎的。他说并无大碍，自己简单包扎一下，吃点止痛药就好。然后还叮嘱我们继续为演出做准备，说晚上有重要的客人来看，一定不能。就是2位吧？就你们2位。这个反应很奇怪。捅这个刀，能不能有人站出来？你刚才说他什么时候让甲替他开会？就是他，就是他被捅完之后，他就说他不参加了，然后甲组织大家6点20开会。对，因为他跟甲，他还是信任甲。对，就是说我其实说开会不是我要组织的，是真要组织这个事情，真要让甲组织给我们开会。他的房间就是有你刚才说这个止疼药了，上面写着止住它，特效说明该药物止痛止血，口服后需静养，不宜走动，会出现嗜睡、昏睡等表现。就是他为了止这个血吃了止疼药，然后他就睡过去了，给了凶手作案的时间。但我想先说一个别的事儿啊，这牵扯到我们最后是锁双凶还是锁单凶的问题。就是发现了一个烧掉的纸条，在那个大房间门口的那个草丛里面，上面其实已经被烧了大部分了。仪式过程中杀真合作吧。所以其实，在仪式过程中是有2个人共谋了的。你们手拉着手后退都是这样的，而这个人要去抽一只手，拿刀去那什么捅，那他。这左手边或者右手边那个人必然是他的同伙，有道理。不然他在死者发出的一声之前，他去拿刀的时候，哎，你怎么松手了？旁边就会出意外，所以他必然是有同伙的。蓉，你有
说我松开你的手这个点吗？没有，对不对？我也没松甲，我们都是在30秒以后都发完了惨叫了之后，我们才把手松开的。对。但我就说这个里面肯定有人在瞒，因为就是捅刀的这个人肯定是在之前。今天的仪式过程中，一定有2个人合谋制定了一个杀人计划。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他的这一声是不是就一定是刀捅的他发出的声音呢？因为松完手之后还没有亮灯，因为刘要去开灯，是这样的。我觉得侦探刚才说的特别重要，就你只有松完手你才能捅嘛。我们是听到我们才松的手，对不对？对，是吧？对，对，是吧？所以呢，这个松手，再捅刀亮灯才有可能，不然的话手拉着手就没有办法对，捅了呀。对啊。还有一个没想明白的，我先说了啊，就是在他死者房间是这样的，这是躺椅，这旁边有一大块地毯，然后整个地毯是被这样裁过的，我也发现了，裁了3面，然后这一面是连着的，没有完全裁出这个圈儿。对对，被裁过了。对，他要干嘛？是藏了什么东西吗？但是下面打开了之后没发现什么东西。马上重要者来了，接下来2个线索就直接指向真正的凶器和真实的死亡时间。因为我们已经从死者的特征来看，他的指甲包括他的嘴唇啊，全部都发紫，这个就明显是脖子上一道勒痕，它就是窒息死亡。在地毯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台灯，台灯的电线是从这里走的。这是全场唯一一个细长条的东西，而且也是那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使用电的东西。你明白这2个前提之后，我们就再讲一下房间的电表。他的房间电表有一个供电监测，1960年的3月23日。今天嘛，对，18点30到18点35停电。就刚刚散会，假说留几个人去打扫卫生的那个时间点。但是我看了那个房间，那不是一个密室，那个门是随时可以进的。然后里面关着灯，开着灯，因为它没有窗户，外面其实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断电不像是一个掩护，是给外面人看的。他那个房间里其实只需要给那一个灯供电，所以说指向的是6点30到6点35停电的这期间，那个线被拔下来过，并且使用了。对，因为它要完成拔下来使用再插回去嘛。我更倾向于是说，就这个是真正的死因跟死亡时间，我认为是锤得比较死。那这个时间其实有3个人有不在场证明。我们3个都在，因为是留了我们2个。对，我留了你们。然后呢，打扫卫生这个事情呢，也是我让大家都留下来打扫卫生，只不过大跟何呢，他们有自己的事情，他们走了。因为我忘了关我们家水龙头了。我反而觉得这3个人很可疑。这样锁的太死了。对，一是不知道死亡时间，2是不知道那5分钟断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是谁断的？有道理哦。对。那不然的话，怎么做到的呢？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机关，就像你那个地毯，还有那个围巾，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延时装置？就是不在场的时候可以让那个电线勒死人，他要给自己做一个不在场证明。
就是我还有一点想探讨的事情啊，就是有人想在仪式过程中合作杀针，这是有证据的。但是这个他们的合作计划到底完成到什么程度，这是存疑的。我觉得不存疑，就是一定是做了，但没弄透，没成。对。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现在不敢出来认呢？你看啊，因为中刀他才会失血，失血他才会吃那个止血药，吃那个止血药他才会睡着，他睡着了你才能过去勒死他。所以从表象的证据来说，这是构成了一个犯罪计划的逻辑环的，就好像说是捅刀那个人跟勒人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一伙人。为什么不直接捅死他呢？就没捅死呗，肯定是当时时间太快了。不是啊，但是我觉得捅刀这个行为很奇怪，就比如说我要真要捅死他，我黑灯瞎火我朝脖子捅啊，大动脉啊，看不见嘛，看不见呀，没有光啊。就是我只能说是从表面的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捅了刀，所以吃了药。对。可是他原来的计划一定没有这么复杂。对，因为这是从结果看它符合因果，但是你要说正设计的话，它不符合逻辑。没错呀，对吧？对，我觉得是单凶。我们所有人目击的这个针，他没死。就说明不管前面是双凶还是多人合作，都失败了。对，那最后就是有一个人去勒死了他。对，这个勒死他不需要2个人。就是哪怕这个后面去勒死他的人还是前面这个失败的双凶之一，那也只能算单凶了。对呀，就这个逻辑嘛。双凶没成，就刚才您说那个感觉，对，有双凶，但双凶的计划没执行成，最后让这个人给捡了漏。对。好，那说一下你们都怀疑谁吧。我先说吧。我怀疑大，因为我们刚刚都说到了这个是跟电线有关，但其实你们别忘了大的还有个身份，大是个电工。对，我之前学过电工，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怀疑我，你可以怀疑我是肯定的。荣是因为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知道是真杀害了 Angela， 最狠的。然后那3个不在场证明谁这么死。你们仨去打扫了，对吧？然后你找的理由是关水龙头。如果我是一个有精密计划的人，我能没事说这么一个厉害的借口吗？说我去关水龙头，然后我就把这个计划给做了，是不是这样太傻了？这。然后你当时说什么没去？因为我不想参加演出嘛。其实我没有那么爱这个演出啊，所以我就自溜达回去。但是你要是不想演这场戏，但其实你还是演了呀，就是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嘛。侦探，我提一个想法啊，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计划，可能是我们要杀真的计划，但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第2幕的那个木偶季的一个开演，就像第1幕他自己也会有计划，有人要死，为他的第2季来做准备，那他第2季他也可能会有新的计划为第3季做准备啊。他今天可能有一个他自己的计划，要杀了谁，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也不是不可能。就是他是连续剧，他早就想好了每回要死谁。那只能1集、2集、3集、4集、5集。有道理，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布置未必是真凶的，对，未必是真凶，还有很多其他人想杀的人布置了一个不成功的计划，或者是原本的合作者，甚至可能是真布置来杀你们的计划。没错，就不成功的计划是对的。今天如果演Angela之死的话，谁演Angela呢？如果是表演Angela之死的话，那知道这个真相的人是不会让真活到这场表演之后的。咱们怎么样？加油吧，2位！投吧，加油吧，加油吧，祝福你们！来，封神了啊！这咋投？封神？没有。
如果说就根据30到35，中间要么是有人去了，要么是有人提前做了个什么机关，比如说在这个时间，然后那个店停了。但是那个人过去，在这5分钟之内杀人的话，直接把另外3个人排了95。而且那时间卡得太好了，他们正好那5分钟在打扫卫生，然后就那5分钟没用电。以目前的证据来看啊，我觉得那里边没有那么复杂的机关，也没有就是那么完整的设计。我是觉得那个毯子、围巾，像是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只能按眼前的头的话，那就是排那3个呀。如果是排这3个人的话，何跟大你能再盘一下吗？何的动机是发现他消费安吉拉之死，所以他其实是不能让演出发生的，他必然有所动作。7点要表演了，然后他6点半开完会，他说他自己回家了，那他回家干嘛呢？所以何他如果说在这个表演之前他都没有任何动作。咱们按2个假设，一个是就是临时起意，就那个点去把他干掉了，是因为他那个点干掉了才记录他那个时间，那么就是按最简单的逻辑，有不在场证明的3个人排掉。还有一种就是你说的，有个人提前设计，就是计划好在30到35做不在场证明，那就是假。留下打扫卫生这个事儿是假，计划的话，那就是他制造不在场证明。但是我其实觉得不太像假本人做的。你看现在就是刚才也说了，假的动机是稍弱的。但总之根据现有证据，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只能投何。有何呗，下头。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实时 get 节目精彩瞬间。上微博参与大侦探话题页点评，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 Zaker 界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 YY 直播墨迹天气智行怪兽充电智联招聘。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